你确定那孩子不是你的？我至于蠢到这种地步吗？怪不得秦英素让霍之顶替他来到江家，原来是偷偷生孩子去，这也太过分了。我还一厢情愿地帮着霍之，帮他解释。啊，我相信他。我一直以为他是毫不知情的情况下，然后被秦英素所利用。我没想到他一开始就串通了来骗我。所以你现在这么生气，是因为秦英素跟别人生了孩子，还是因为霍之欺骗了？什么都别说了，我现在想知道你接下来怎么办。这件事情要让老爷子知道，不能被他知道。爸身体不好，他很在意江家的颜面，我怕他身体顶不住。可你如果不让他知道，你要想跟秦英素离婚，那根本不可能啊！确实怪我，我怎么可能相信秦英素就是霍之呢？他怎么可能是当年救我的那个人呢？他怎么可能是呢？哎，你也别太自责了。谁能想到，这秦英素、霍之他们两个是双胞胎？就怪你当初就认定秦英素就是你要找的那个人，你还非得玩浪漫，死活不肯说出你们俩之间的关系。你当初要是说出来，啊，就不会发生今天的事情。我觉得这都是命，是我造成了这种进退两难的地步。可是当年霍之的那张脸深深地印在我的脑子里，我真的做不到去忽视秦英素那张几乎一模一样的脸。可是每次当我想去接近他，我想去跟他好好相处，去了解他，我就越来越失望。行了，你也别太自责了。咱们想想接下来该怎么办吧。你刚刚说这孩子不是你的，那他到底是谁的？我好像知道这孩子应该是谁的了。停！黄嘉文，果然是你。英华，来，快打汤。你说你下回来呀，跟我说一声，我一点准备都没有。这是一大早啊，给你姐熬的鸡汤，来，你也喝点。妈，你还是叫我小芝吧，我习惯了。叫什么都行，反正你已经是我女儿了。哎，妈，姐什么时候回来呀？我要是再晚的话，回江家那边就不好解释了。哦，你姐说她去趟医院看一眼孩子，然后就回来。哎呦，我都跟你姐说了，让她把酒店给退了，能省一点是一点。你说这医院又打电话来说这孩子的医药费又得续了，你姐还这么浪费，又要交钱啊？交多少钱啊？这我倒是不知道。你姐就说她去想办法。哎，她能有什么办法呀？要我说呀，她就应该回到江家去，把这孩子送回乡下老家去养，这就天下太平了。可是，孩子应该带回江家。妈，其实江家没有姐说的那么可怕，我觉得江家人一定会接受孩子的。啊，你赶紧多喝点汤。嗯。哟，英素回来了。姐，你怎么来了？不是说好了这几天尽量少见面吗？过几天就换回来了。哎呀，我就是有急事儿。那进屋说吧。黄先生，请坐。
要喝点什么吗？不用了，谢谢。你肯把那些东西寄给我，就应该知道我会找你。但是你怎么知道是我寄的呢？能寄那些东西的一定是秦英素身边的人。秦英素没有朋友，跟我结婚以后，她更是跟之前断了联系，除了你。所以你知道我跟英素其实……你们是同学，还是初恋情人？你认为我江村娶老婆会对他过去一点也不了解吗？但是有一点我想不通，黄先生，你喜欢偷、盗窃，但是你偷了人就算了，为什么还要带着孩子，鼓动着我老婆跟我离婚，卷着我的钱走呢？这就有点不厚道了。江先生，看来您知道不少，但你这2年什么也没表现出来呀。因为我不在乎。你跟秦素之前怎样都可以，但她当年为了嫁给我而离开了你，我就没什么好担心的。这混蛋王八蛋，他怎么能这么对我？姐，你不是都跟黄家芬说清楚了吗？他为什么还来缠着你啊？他是个神经病，我怎么知道他为什么一直缠着我呀？哎呀，我要被他气糊涂了。小芝，我这多亏了你，要是这个让江村看见，我可就完了。姐，其实江村知道了也没什么呀，反正早晚都要告诉他。小芝，不然我们就今天换回来吧。什么？怎么了？你不愿意吗？你不是一直都想做回你自己吗？我不是，我是觉得有点太突然了，而且我东西也没有收拾。没关系，东西我给你收。现在的情况有点复杂，我不能把你放在江村身边，那样太危险了。姐，我不明白你到底在躲什么呀？你在害怕什么？孩子是江村的，这是铁的事实呀。你有完没完？现在我做什么轮到你质问我了是吗？火之，你要记住，我是秦英素，你是火之。江先生，我能不能理解你这句话是，我连让你担心的资格都没有，是吗？那你知道秦英素的孩子的爹是谁吗？就是我黄家湾儿。我可是扎扎实实的给你戴了顶绿帽子啊。这一点我确实小看了你，可那又代表什么呢？你把那东西寄给我，还不是因为秦英素即便给你生了孩子，她还是不愿意跟你在一起，所以你想要报复，你想拆穿她。我忍受不了秦英素的那种爱慕虚荣，但是我无法避免我们2个已经结婚的事实，所以我认为把她留在我的身边，把她留在江家，是对你最大的惩罚，当然也包括你的孩子。江村儿，你不能这么做。黄先生，每一个男人都要为他自己做过的事情负责，你也一样。算我求你，算我求求你，你的钱我1分也不想要。我求你跟他离婚，把他赶出江家，只要他什么都没有了，没有退路，他就会回到我身边的。
俊的外表，美好的年华，人生还长，做出一番事业吧。我问你一句话，如果你回答我，或许我可以考虑你的诉求。什么事儿？我要知道全部真相。从现在开始，江家的一切已经跟你没有关系了。我明白了，这一切都是你的，你随时可以拿回去。小芝，妈也应该跟你说了吧？我回到江家以后，我们打算送你出国读书。你跟姐说你想去哪儿？米兰。上次你听说我要去米兰的时候，你不是很羡慕吗？姐姐送你去米兰读书好不好？他们打算送我出国留学。留学？他们这是要把你赶出秦党，好不好？就你还傻了八戒，以为人家给你筹划前途呢？你长点心吧，霍之。你让我好好想想吧。哎，你干嘛？谢谢你送回家，这么晚了，你赶紧回去吧。陈岭生，你缺不缺德呀？从你家开车到我家要1个半小时，你怎么不担心我疲劳驾驶啊？再说了，我想住你家就住你家呗，反正陈阿姨已经同意了，还说要给我配把你们家的钥匙。配钥匙？怎么了？我住你家你不高兴啊？江波，你有点心眼行吗？你上次睡我家，我睡沙发，我到现在颈椎都在疼呢。再说了，你也不想想，我是男的，你是女的，万一我是坏人怎么办？坏人？我就喜欢坏人。你真不害臊！你赶紧跟我回去，以后不经过我同意啊，不许到我家来。妈，你不让博尔来，你也不要回家了。博尔，走。看着你，阿姨，跟阿姨回家。叔叔好。啊，回来了哈！哎呀，赶紧坐下吃饭啊！哇，这么多菜呀，好香啊！一直等着你们呢。干嘛呢你？不是你让我扔那东西，我说没地方搁，我说搁哪儿呢？早就让你扔，你还留着它，你放那么高，怕人家看不见。不是，我总觉得这事儿不能做得太绝了嘛。叔叔阿姨，快来吃饭吧。哦，好啊，吃饭，来吃饭，吃饭，吃饭，哎，快吃，哎，来，我去把那个汤给你们热一下啊！好好，赶紧吃啊，饿了肯定。哎，比我们李生帅吗？我们李生帅一些吧？还是领生比较帅。啊，吃点水吧。谢谢阿姨。爸，你认什么呢？哦，没什么，没什么。哎，扔了就扔了吧，反正留着它也没用。不过我总觉得你跟小芝这么不明不白的就分开，他肯定有原因，我这心里一直也不踏实。既然都过去了，留着也没什么用。
妈说的对，一切都要向前看。是，算了，反正你能想得开啊就行。其实啊，江波儿这孩子也不错，人家又是大小姐，你说又没什么架子，把你妈又哄得挺高兴的。行了，你能想得开，好，那就以后你自己的事儿啊，你自己看着办，啊。先生，博儿没说晚上要回来吃饭，罂粟又回娘家了，我就没做饭。我不吃了，没胃口。先生，有句话我不知道该不该说。说吧。罂粟，你们俩是不是又吵架了？我看罂粟在收拾东西呢。您去哪儿啊？哎，是不是又多嘴了？真是。哇，我最爱吃的就是糖醋排骨了。闻闻香不香？好香，口水就要流下来了。哎，来，你看着点儿，别让它糊了啊。罂粟啊，一会儿我做完饭啊，你们就先吃饭。这2天医院说孩子的情况都不好，所以排骨熟了你们就开饭啊。我去趟医院。哎妈，孩子的医药费我该交了，你别忘把钱交上啊。知道了，钱，一天到晚都是钱。妈，我想了，我还是不出国了。首先呢，我的语言也不通，要是去大学的话，也要1年以后才能申请。现在姐那么需要钱，你们就不要在我身上浪费钱了。小芝，我以前都跟你说过了，你留在秦岛当幼师也没有什么前途。妈都是为了你好，这件事儿就听妈的。妈，接电话。哎，来了。喂。喂，妈。江村啊。吃饭了吗？我正做呢。别做了，叫上罂粟，我带着你们一起出去吃。啊，行，哎，好。他打电话说什么呀？罂粟啊，江村说呀，他现在马上就来接咱们去吃饭，他马上就到了。啊？这可怎么？小芝，小芝，你赶紧收拾一下，跟江村吃饭去。吃饭？对，你赶紧啊，换衣服去啊。姐，我觉得江村是想接你回去的，不然你就趁这个机会，你跟妈一起去吧，我留下来。你别送了，快回去吧。我看叔叔阿姨好像闹别扭，我回去了都劝劝他们。我都习惯了，赶紧走，看着你走。拜拜。你快回去吧，拜拜。好。妈，快点儿，江村的车都到了。
什么呢？原来是把前女友的东西扔，算你还有良心呢。来，妈点菜吧。不用这么讲究，妈吃什么都行。嗨，你今天怎么突然跑到妈这儿来了？马杰说你今天晚上不在家吃饭，我一想很久没来看妈了。怎么，不欢迎？哎呀，怎么会呢？江村啊，你来看妈妈，妈妈当然高兴啦。这不怕你太忙，怕耽误你工作吗？再忙也应该照顾好家事，要不真的等出事了就来不及了，对吧，英素？你这么说，我当然高兴，但是我知道你工作忙，所以我不会拖你后腿的，放心吧。就是，英素啊，你得多理解江村。你看他们家那么大的企业，得管那么多的人，哪顾得过来呀？嗨，忙倒是不忙，主要是我爸整天逼着我给他抱个孙子，想都想疯了。所以英素啊，咱们还得努力啊。怎么，不愿意？当然不是，我是觉得你当着妈面说这个太难为情了。啊，英素啊，你看你们都结婚这么长时间了，这有什么不好意思的？这你们俩早就应该要个孩子了。来点菜吧。好好的一顿饭，被江村给搅和了。还是妈妈做的排骨香。吃饭。你不回去休息啊？我找你有事儿。这是什么情况？这个是不是你在我们家闹够了，觉得心虚了，想一走了之啊？你胡说什么呀？我们都别装傻了好吗？我知道你千方百计的想离开江家，不是吗？我怎么会要离开江家呢？你又不是不知道，我那么多的衣服，有些不穿的，我就随手塞在箱子里了，打算送人。啊，你看到行李箱，你以为我要离家出走啊？看来你是真的担心我了。我你就把心放在肚子里，你不赶我走，我是不会走的。这就是你的解释？哎呀，你看你还真生气了，老公。你就别生我的气了，以后不管我做错什么，你都狠狠地批评我。
怎么了？阿姨，对不起，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。爸，您还没睡呢？你不是也没睡吗？打电话呢？给谁呀？江波儿。爸，一个女孩这么晚回家，我不放心，打个电话问问她到家了没有。儿子，爸爸尊重你的选择。你跟霍之已经分开了，你也努力了，挽回了，爸爸也只能说一句：你们两个是有缘无分呐。爸，别说了，别说了，男子汉拿得起放得下。其实江波儿这姑娘也不错，蛮好的。看来我是猜对了吧？你喜欢江波儿，只要你喜欢啊，爸爸就支持你。谢谢爸，早点睡吧。阿姨，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，所以只能给你打电话。博儿，你是真的爱上陈林生了，是不是？博儿，其实爱一个人是很辛苦的。阿姨早就说过，你们两个不合适。阿姨，你说陈林生他为什么要骗我？他说他跟齐英素没有关系，我就信了。怎么这么傻？傻孩子，这个世界上最靠不住的就是男人。他爱你的时候可以带你到天堂，不爱你了就会推你下地狱。唯一靠得住的就是自己，所以阿姨才让你要把江氏牢牢地把握在自己手里，知道吗？不行，我要找那个齐英素跟陈林生问个清楚。博儿，在搞清楚两个孩子的来历之前，不要跟齐英素正面冲突。再说，就算你去问他，他会有100个说辞，你不是他的对手。现在该怎么办啊？难道这事就这么算了？相信阿姨，再耐心地等一段时间，到时候，不管是江氏还是陈林生，阿姨一定帮你得到。你想怎么对待齐英素，阿姨也绝不拦着，好不好？真的？这个你要处理好啊。吴大夫啊，你先去吧。好，我的孩子怎么样了？好消息，恢复的特别好，已经不咳嗽了，再过1个礼拜就能出院了。真的？对呀，不过那个出院之后啊，还得细心的观察，最好请一个专业的护工，定期啊还要给他复查。知道了，谢谢大夫。谢谢吴大夫。那我一会儿把剩下的住院费给他交了。医药费已经交齐了，一直到出院，所有的治疗费用都够用了。去看孩子吧。谁交的呀？你说这你没交，我没交，英素也没交，这钱到底是谁交的？终于来找我了啊？怎么，怕了？黄嘉文，你认识我这么多年，
你觉得我秦英素被人威胁怕过吗？以后啊，不要再用这种小伎俩。今天我没见过你，也不知道快递里面的内容。以后再见到秦英素或者霍之，你应该知道怎么做。还有这个，你收好，足够补偿你的损失了。你哪来那么多钱？你又回到江村身边了。算你聪明，我只是随便卖了一套首饰，就换来这么多钱，所以你以后不用再操心孩子的医药费了，因为跟你已经没关系了。秦云素，你知道我从来要的就不是钱。你也知道我能给你的也只有这个。黄嘉文，我看在你是孩子父亲的份上，我才对你这么客气。你知道，我可以随时让你消失的。你是准备用对付江村的方法来对付我，是吗？那江村知道你是怎么对他的吗？黄嘉文，你说咱俩这是何必呢？你跟他说了又有什么好处呢？我们俩只会两败俱伤啊！现在多好啊，你也有钱了，我也可以做回江太太。只要你帮我隐藏这个秘密，我答应你，我每年都让你见一次孩子。秦素，你放弃吧，江村没有你想的那么简单。我知道，可我也没你想的那么蠢。江村如果还是以前的那个他，我或许不会这么选，但是他变了，他已经爱上了秦英素。他爱上的是假扮秦英素的霍之，那也是秦英素，我都计划好了，叫霍之走，而且一辈子都不会再回来的。秦素，你是不是疯了呀？她是你亲妹妹，你连自己亲妹妹你都要算计。如果说霍之知道你怎么对她的，我对她已经仁至义尽了。是我秦英素把她从福利院带出来的，而且我让她过了半年江太太的好日子，不然的话，她这辈子都别想过这样的日子，你懂吗？我告诉你，没人能破坏我跟江村的感情，霍之不行，你也不行。这个好，那好啊，给。哦，阿姨，霍老师，霍老师好久不来了，我还以为你到别的地方买，把生意给了别人了。怎么会呢，阿姨？我从职高就在您这儿买。那你最近忙什么呀？我换了一个工作。哦，现在年轻人换工作换得勤，只要还在本职工作上，应该问题不大。啊，多少钱？38。江波，你手机买来当摆设的呀？我昨天打了10几个电话，你一个没接，你什么意思啊？没什么意思，就是不想接。你怎么了？跟你哥吵架了？你跟你哥吵架拿我撒气合适吗？哎，你阴阳怪气笑什么呀？我在笑我自己。感谢你，陈岭生，让我意识到这个世界没有好人。我什么地方招惹你了？没招惹我，本小姐要工作了，吃赔。
波儿，我只能牺牲你了。你不要觉得委屈，因为这就是你对我和波儿所做的一切的报应。我做这一切都是为了波儿，知道吗？别怪我。 最近怎么睡的次数越来越多了？你需要休息，我再给你扎2针，精神就会好一些啊。安医生，老爷子最近一直都昏昏沉沉的，是不是要跟江先生和江太太说一声啊？天气凉了就贪睡，你别没事去找江村太忙。可是我是老爷子的医生，你听我的就行。知道了。 不知道姐姐什么时候可以把我的行李拿过来。喂，江太太，我是老爷子的保姆，我觉得有件事情应该跟您说一声。呀，坏了，忘把电话还过来了。什么事儿？你说吧。我觉得。 老爷子的身体不太对劲。啊？你怎么不接我电话呢？你怎么来了？爸病了，我能不来吗？保姆也给我打电话了。他也给我打电话了，爸现在怎么样了？进去再说。你胆子越来越大了，谁让你告诉他们的？ 马上收拾东西，给我走人！我怎么走？江村，我是怕耽误你工作。话没说完呢，他不能走，你走。你凭什么开除安阿姨？我告诉你，任何事情都可以忍，唯独爸生病了，你瞒着我，我绝不能忍。实话告诉你，要不是上次爸出来帮你说话，我早就这么干了。现在爸断断续续已经昏迷3天了，你还不跟我们说，你想干什么？ 现在不是吵架的时候，爸现在到底怎么样了？要不要送去医院啊？转嫁正在来的路上，王秘书去接了，应该快到。哥，你什么意思啊？安阿姨是爸请回来的，你有什么资格开除她？爸已经昏迷3天了，我现在是江家的一家之主，出了什么事儿，我自己去跟爸交代。可是博儿，江村，我必须要等你爸醒过来。
你跟我出来一下，我有话要跟你说。齐英素，我们都别再演戏了，行吗？之前我讨好你是为了安慰我哥，不想我哥因为我们拌嘴的事情而心烦。但现在我觉得没有这个必要了。江博儿，现在根本就不是我们解决个人恩怨的时候。爸现在病得那么重，我们应该齐心协力把爸的病治好，让他恢复健康。你还演戏？直截了当的说了吧，准备什么时候把孩子带回江家？孩子？你以为这样就能瞒得过我啊？我知道我哥在外面有2个孩子，你们打算把他带回江家。你以为这样能骗得了我吗？既然你已经知道了，我也不想再隐瞒。孩子是江家的，我当然要带回江家来养。秦英素，你脑子进水了吧？孩子是我哥的，不是你的。孩子当然是我秦英素的。你以为把我哥在外面的私生子带回江家，你就能当江家的女主人了是吗？我一定会找到孩子的亲生母亲，到时候收拾东西走人的可是你。怎么了？害怕了？你也应该害怕了吧？你还不如趁现在赶紧提出离婚，赡养费的问题你随便开口，我江博儿还能为你说好话呢。江博儿，你够了！孩子是江村跟秦英素的，如果你还听不懂的话，我真觉得你智商有问题。你胡说！我天天都跟你在一起，你怀孕我能不知道吗？孩子是我的。刚才就听你们2个吵吵闹闹。你的疑问等爸想通之后，我会告诉你。哥，先走吧。你怎么知道孩子的事情？该知道我自然会知道。我只是没想到，你居然有这种自信，敢把孩子带回江家。你的孩子，我当然要带回江家呀。再说了，就算我把他放在外面，爸也不会答应的。秦英素，你怎么这么不要脸？你怎么证明那个孩子就是我的？江村，你还是不是个男人？连自己的孩子都不敢认。好，你要是不相信的话，我们就做亲子鉴定。真是不怕死！怕死我就不会进江家的门。先生、太太，老爷子醒了。江村，你爸现在不能受刺激，孩子的事最好不要说。阿姨，爸这么重的病你都瞒着我们，其他的事你也别管了。爸，醒了。啊，怎么样？啊？你刚才在外头吵什么吵啊？啊，叽里咕噜的。江村担心您的病，怪我隐瞒了病情，也怪我这件事情没处理好。现在，江村把我开除了。爸，我觉得安阿姨已经不适合做您的私人医生了，我想给您找更合适的。不用了，不用。爸，这么多年我习惯了。我早说过，爸是离不开安阿姨的。既然他们已经知道了孩子的事情，那我就索性明说了吧。爸，其实还有一件事，我跟江村一直瞒着你，我今天要说。爸现在才刚醒，不适合说这些。我今天一定要说。说。我跟江村有孩子了。再说一次。我跟江村有孩子了。好啊！这天大的好事啊！啊，怎么现在才说？您理解错了，不是罂粟怀上了孩子，是江村在外面有2个孩子。什么意思啊？我听不懂啊。爸，就是我哥跟别的女人在外面生了孩子。爸不是这样的，孩子是我跟江村的，是江家的骨肉。江村也没有对不起我，在外面也没有别的女人。
小春，到底怎么回事？你是不是背着英素在外面跟别的女人有孩子了？说啊，这到底怎么回事？说啊！孩子是我在国外找代孕生的。